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伊恩。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你的 LLM 模型有多强大，只要问他今天最新的新闻，或者是其他最新的消息，他就开始胡说八道。今天要介绍的 Belief 就是透过 NCP 协议，让 AI 具备了自动检索、过滤并理解最新网络资讯的能力，每个月还送你免费的额度，这对于个人使用几乎是免费的。我会教你一步一步如何申请 API Key，并帮你的 AI 装上 Belief。那我们就开始吧。Belief 是什么呢？如果想要了解 Belief 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先来认识 JavaScript 之父布兰登·艾克。他在1995年只花了10天就写出了 JavaScript，就直接定义了现代网络的基础了。许多年后，他发现网络被 Google 和 Meta 的追踪式广告垄断。使用者的资讯不知不觉被大量的收集。他认为隐私不应该使用外挂来补救，而是浏览器一打开就要存在的。这也是 Belief 预设就把所有的跨站追踪器给封锁。更特别的是，Belief 尝试一种新的广告模式，不用出卖个资，你如果观看广告，收益的70%就会直接回馈给你。当广告和追踪器占满了流量的40%时，应该从底层就把它封锁，这样子网络才会变快。Belief 的 NPC 是什么呢？我们要先从 NPC 开始说起。NCP 的全名是 Model Context Protocol， 是由 Anthropic 也就是 Cloud 的开发商在2024年底所提出的网络协定。它的目的很单纯，就是让 AI 能够安全并及时与真实世界的资料和工具连结。Belief 则是把自己的搜寻引擎进一步的升级成 AI Grounding 的服务，透过 NCP 伺服器让 AI 回答的时候，不再是透过自己的模型记忆来回答，而是即时搜寻可验证的资料回传给你。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Belief NCP 有什么样子的功能。Belief NCP 其实就是 Belief 搜寻多年累积下来的技术成果。它的角色不是为 AI 定下结论，而是提供可验证的搜寻资料，作为 AI grounding 的事实来源。这些能力包含了一般网页搜寻和能找出网站的文件内容，也包括了在地搜寻来查找附近的商店、地点和餐厅，以及即时新闻搜寻，让 AI 掌握最新发生的事件。有了这些资料，让 AI 回答问题时能以真实的资讯，而不是凭空捏造。Belief 每个月有提供免费的额度，每个月有2000次的请求，每一秒只能够1次。网页搜寻过滤掉广告和垃圾的内容，让 AI 在高品质的网站中搜寻。针对时效性，它提供了新闻和影片的搜寻，利用重极化的技术，将分散的资料整理成主题。内建摘要的功能，让你的 AI 不用读完整篇的资料，就可以抓得到重点。我们要如何申请 Belief 的 API Key 呢？我们第一步要先连到官网，然后第二步注册，第三步身份验证，然后最后就是建立 API，然后我们就取得我们要的 API Key。我们现在要来申请 Brave 的 API Key。我们现在要到 Brave 的官网，所以我们在网址列输入 brave.com/摄取/API。我们现在按 Enter。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来到 Brave 的官网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页面上面的左边中间有出现一个 Get Started 的按钮，我们点击这个按钮。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个注册的表单，因为 Brave 怕被人恶意盗用，所以要进行身份的查验，所以这边固定要给的资料是 email，然后你的密码，然后再验证密码，还有你的全名。那我们现在就来填，然后我们要来填入2次的密码。这个密码要12个字元以上的密码，那我们贴上我们的全名。这个没有必要选择，所以我们就不填，我们就按注册。现在我们会看到Believe要我们验证我们的电子邮件。现在我们到信箱去收取这一封验证信件，并点击里面的验证的连结。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自己的信箱，然后打开验证信件，然后我们看到中间有一个验证 email 的按钮，我们点击来进行验证。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我们的 email 已经验证了，我们现在点登录，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打我们的密码来进行登录。我们可以看到，现在Believe又叫我们去我们的信箱收一封邮件，里面会有一个验证码，我们要来复制来贴上，再进行验证。我们现在已经收到验证码的信件了，我们复制这个验证码。我们将我们刚刚复制的验证码先贴到这个验证的栏位上面，我们按送出。我们现在已经登录 Believe 的后台的界面了。我们可以看到主页面都是在显示我们使用的量，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选择使用的方案，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先点击。我们现在要先点击左边选单 API Keys 这个选项。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他跟我们说，叫我们要选择收费的方案，我们点击这个，然后我们选择 Free 的这一个方案，免费的方案。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他请我们输入那个信用卡或者是你的银行账号来进行身份的验证。我们已经填完我们的信用卡的验证了，我们现在按储存。我们已经完成信用卡验证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方案是用免费的，我们不用担心当我们的额度用完的时候，那个 Believe 不会自动帮我们刷卡。这个验证只是来防止恶意使用 Believe 的功能而已。我们现在来点击左边选单的 API Keys 这个选项。我们现在已经进入 API Keys 这个区块了。我们现在已经到 API Keys 这个页面了。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边有一个 API Key，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这边就可以建立我们所需要的 API Key， 然后我们输入我们想要的名称。我们这边输入完成之后，我们就按 这个按钮。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新增了 API Key 了。我们可以点击第2个这个复制的按钮来复制这一支 API Key。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有帮助到你的话，请帮我点个赞。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请帮我订阅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如果有什么最新的影片，
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我会持续带领大家探索更多的 AI 的内容了。好了，我们现在要来帮 AI 设上 Brief 的 API Key 了。在开始设定之前，我们先来了解 AI 的 NCP 设定档的位置。这边已经列出常用的 AI 工具的设定档的位置。我也有整理 Windows 下的路径，不过我本身平常在用的电脑不是 Windows 体系的，所以这些的路径可能因为版本的状况会有所差异。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可以参考这一些的位置，如果有对不上的地方，请大家方便去官网来搜寻最新的资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Brief 官网有提供设定的资料，我们只要把我们刚刚申请的 API Key 贴到 Your API Key Here 这个位置就好了。Brief 也没有提供 Codex 的设定，所以我自己把它的设定转成 Codex 的设定，一样的，我们只要把我们布置的 API Key 贴到 Your API Key Here 这个位置就好了。我们现在要来示范把 Brief 加入到 NCP 的 server 里。我们现在要以 NT-Gravity 这个 AI 来做范例。我们先来到使用者加目录底下的点 Gemini， 然后底下的 NT-Gravity 这个资料夹底下的 NCP_config 点 JSON， 我们把它打开。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设定了2个 NCP 的 server， 所以我们刚刚在 Brief 官网所复制的那个设定值，我们把它贴在这个底下。我们做到这样子已经算是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只要去官网布置我们的 API Key， 贴在 Your API Key Here 这个位置就好了。到这边我们算是把设定值设到 NCP Server 里面了。等一下我们要来 NT-Gravity 里面来做测试，来看看 Brief 的 NCP 的功能。我们现在要请 NT-Gravity 透过 NCP Brief 去抓台湾今天现在的股价，并且分析。它正在透过 Brief 来查询资料，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有查了一些资料出来，然后现在开始分析台湾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分析现在的股市的资讯，然后还有请他分析现在的情况，都已经是出来的结果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能够透过 Brief 的 NCP 来抓取资料了。到这边我们已经完成在 AI 上把 Brief NCP 给装进去了。当你又发现你的 AI 又在胡说八道的时候，就可以透过 Brief 去抓取最新的资料。如果你在实作的时候有发生什么问题，或是对什么问题不了解，都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我会亲自为你解答。两边的荧幕是我为你推荐的影片，请有兴趣的朋友们一定要进去收看。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